从3年前俄乌战争的打响到如今多方会谈中的讨价还价，顿涅茨克这个不大不小的地方，可以说一直都是战争的风暴眼。俄罗斯不管说什么都要拿下它。像是2025年春，在瑞士日内瓦的俄乌谈判桌上，俄罗斯会议代表就将手按在顿涅茨克州地图上，坚称这里的控制权不在谈判范围内。作为乌克兰东南部的工业重镇，顿涅茨克如今已经成为俄乌冲突的漩涡中心。那么，顿涅茨克对于俄罗斯为何会如此重要呢？我们今天就从历史、地缘、经济以及军事和战略等多个维度聊聊这个话题。早在1869年，英国威尔士商人约翰休斯就在顿涅茨克河右岸建立钢铁厂，这片被哥萨克部落称为荒野的土地，自此开启了与俄罗斯的深度连结。沙俄政府当时也颁布了定居法，鼓动俄罗斯农民向该地区迁徙。至1917年，顿巴斯地区俄罗斯族占比已达 58%， 远超乌克兰族的 32%。 到了苏联时期的工业化建设阶段，顿涅茨克更是成为了全国重要的工业引擎。无论是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钢铁，还是莫斯科地铁的钢轨，多数都源自顿涅茨克地区的高炉。到了1950年代，顿涅茨克州的钢铁产量已经能占到全苏联的 15%， 煤矿工人享受的住房、带薪休假等福利也成为苏联工人生活的样板。到了乌克兰独立后，顿涅茨克虽然已归属乌克兰，但当地工厂仍与俄罗斯保持产业链绑定。2013年对俄出口额占该州 GDP 的 42%， 这种经济依赖的惯性也为后续动荡埋下了伏笔。2014年，趁着出现基辅政权更迭的机会，顿涅茨克州议会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国，开始了独立进程。而支持独立的不仅是武装人员，更有举着苏联国旗的俄罗斯族老人，他们的退休金账户甚至还关联着莫斯科的银行系统。而这只是顿涅茨克地区在经济生活上一直与俄罗斯保持高度绑定的缩影。像是之前2006年乌克兰通过国家语言政策法，将乌克兰语定为唯一官方语言时，就引发了顿涅茨克的教师罢工，因为当地 83% 的学校都使用俄语授课。由此来看，顿涅茨克地区的亲俄传统无疑给俄罗斯后续的动作打下了基础。再加上顿涅茨克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可以说俄罗斯后来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顿涅茨克实际上就是俄罗斯西南边境的安全屏障，也连接俄罗斯本土与黑海的战略走廊。顿涅茨克州首府顿涅茨克市距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边境仅80公里，开车不到1个钟头就能到。即便是重装的俄军装甲部队要从罗斯托夫出发，4小时也可抵达顿涅茨克市区。如果再向南150公里，便是克里米亚的比列科普地峡。这种1小时打击圈的位置属性，让顿涅茨克成为俄罗斯构建西南战略弧的核心节点。只要能控制此地，俄军就可以将防御前沿向西推进300公里，将乌克兰军队与北约武器装备组合在第聂伯河以西，与卢甘斯克形成的双子防线、扎波罗热核电站能源枢纽、赫尔松的黑海出海口，共同构成俄罗斯在乌克兰东南部的菱形控制区，总面积达 11.4 万平方公里。这种地理联动效应使顿涅茨克成了支撑俄罗斯对乌整体战略以及黑海战略的骨架。只需从顿涅茨克向南开2小时的车，就能抵达亚速海港口马里乌波尔。这座2022年被俄军攻占的城市，如今也是黑海舰队的后勤中转站。通过顿涅茨克的铁路网，俄罗斯可以将坦克、炮弹从本土运往马里乌波尔，再经海路补给给塞瓦斯托波尔的海军基地。俄罗斯军舰也可以在周边封锁乌克兰奥德萨港的关联航线。事实上，对于俄罗斯而言，黑海不仅是军事要冲，更是经济命脉。每年有 1.2 亿吨原油和5000万吨粮食都要经此出口。而要稳固黑海，顿涅茨克也是必须拿下的地方。正如俄军事科学院院士西夫科夫所言，失去顿涅茨克，黑海舰队就成了五角的螃蟹。而就算不考虑地理位置，光看顿涅茨克的经济资源禀赋，俄罗斯也肯定会去争一争顿涅茨克。顿巴斯煤田，欧洲能源格局中的黑色黄金，顿涅茨克地下埋藏的黑色黄金，构成俄罗斯对这片土地执念的物质根基。其所在的顿巴斯煤田已经探明储量达300亿吨，占乌克兰全国煤炭资源的 90%， 是欧洲大陆屈指可数的超大型煤田之一。早在苏联时期，顿巴斯的无烟煤通过铁路源源不断输往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的工厂，支撑起苏联当时 30% 的工业产值。当时甚至还流传着顿巴斯打喷嚏，全苏工厂感冒的俗语。而如今，就算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顿巴斯煤产量也有2800万吨。
根据俄能源部数据，顿涅茨克控制区的煤矿为俄军提供了40%的战场能源，其焦煤更是俄罗斯钢铁企业绕开西方制裁的关键原料。在2024年，俄罗斯向土耳其出口的钢铁中，有35%都使用了顿巴斯的焦煤来冶炼。而顿涅茨克地区的钢铁产业所带来的还远不只是经济效益，在军工生产方面同样对俄罗斯诱惑很大。例如，亚速钢铁厂的高炉曾年产700万吨特种钢材，用于制造俄罗斯 T90 坦克的装甲板。伊利察钢铁厂的无缝钢管技术，至今仍是俄罗斯天然气管道建设的核心工艺。这些工业遗产在冲突中虽然损毁，但俄方已启动工业抢救计划，将部分设备拆解后运往罗斯托夫州重建。而反过来，将顿涅茨克工业区占领，也能削弱乌克兰的工业实力。作为乌克兰工业产能的心脏，顿涅茨克曾贡献全国70%的冶金产值，50%的机械制造及化工企业生产的氮肥一度占据俄罗斯进口量的12%。当然，与乌克兰的经济损失相比，俄罗斯发起的军事威胁更为明显。俄军必须要控制这里，才能形成对乌克兰核心区域的前沿压制。控制顿涅茨克就意味着俄罗斯将刺刀抵在了乌克兰的腰眼上。从顿涅茨克州首府向西北200公里，便是乌克兰中部工业重镇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这里聚集着马达西奇航空发动机厂等军工核心企业。俄军部署在顿涅茨克的伊斯坎德尔 M 导弹旅可对该区域实施精确打击，迫使乌军将60%的防空系统集中于此，大幅削弱其他战线防御力量。俄军对此地也的确是重兵把守，常年保持着6个集团军的兵力。相比之下，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方向也就仅仅部署了2个近卫师。这种兵力部署的偏向性，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就源于顿涅茨克密集的交通网络，有12条铁路干线在此交汇，尤其是顿涅茨克罗斯托夫铁路，可日军输送8列军列，为前线提供70%的弹药补给。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有地理位置优势，有矿产资源和工业基础，还有交通枢纽便利特性的顿涅茨克，都是今后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和谈中的核心筹码。例如今年3月的那场俄乌和谈之前，普京就在电视讲话中罕见松口，若乌军撤出顿涅茨克州，俄军可停止一切进攻行动。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周围赫尔松右岸等争议地区的归属，都是含糊其辞，默许维持现状。可见俄罗斯即使战略收缩，顿涅茨克也是俄军最看重的核心占领区，并且这种战略收缩的背后，也是俄军兵力捉襟见肘的现实。俄军参谋部数据显示，当前俄军在乌东4州仅能保持每平方公里 1.2 人的兵力密度，远低于北约标准的每平方公里3人。那么既然兵源不够，俄军对各个占领区的管辖强度自然也会不同。顿涅茨克肯定要分散掉俄军大部分军力，只有往西的其他地方才有可能是俄军让步的筹码。综上所述，俄军对顿涅茨克的争夺本质是俄罗斯多重战略诉求的集中投射。至于俄罗斯最后究竟能不能彻底吃下顿涅茨克，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看法。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